很多诊所在宣传微整形都在讲啊，打这个微整形可以让你多漂亮多美。其实坦白说，这个好10间诊所大概有9家，他放在网络上的东西都不能信，都是修过图的，化过妆的。AI 做出来的都有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医生到底行不行？他根本没有办法讲出我为什么这样做你会比较漂亮，因为这跟结构有关。诚挚产品对味，剂量精准树莓，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欢迎收看科普医美新知。Hello， 我们现在要打开一个全新的一个系列就是关于微整形。其实大家之前看了我们很多的节目可能都想说，张帅他的专长呢就是面部的解剖学、结构学然后呢他的业界最有名的就是手术拉皮啊、提升可是你不知道，其实我是这个台湾还有亚洲区很多个微整形材质，我是他们的讲师 KOL 或者是顾问你看看就是。像我们，你看每年生日那些厂商，每一家厂商是进贡非常多东西。对，为什么？因为我帮他们教很多医师这个关于微整形的东西，千万不要小看微整形我们接下来一系列微整形的节目一定让你耳目一新。因为很多微整形呢，很多诊所在宣传微整形都在讲啊，打这个微整形可以让你多漂亮多美。其实坦白说你有时候光看那些照片啊，或者是看一些网美照啊。我说真的，现在这个好10间诊所大概有9家，他放在网络上的东西都不能信，都是修过图的，化过妆的 ，AI 做出来的都有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医生到底行不行？你怎么透过网络知道行不行？因为就算你看一些评价，也往往是洗出来的。其实有的时候你就要去听他讲的内容，如果他讲的东西很空泛，那可能他其实。他对这个东西他材质研究不够。如果他今天讲的就讲来讲去呢，他就是讲用完很漂亮，很漂亮，不会痛，没有会不起，很漂亮，一直重复讲这个东西，就代表什么？他根本没有办法讲出我为什么这样做你会比较漂亮，为什么这样做你会自然，因为这跟结构有关，blah blah blah， 所以你要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个筛选。所以有时候我都在说，我们在变美，在变年轻的过程中，你自己要做一些功课。我接下来要开始帮大家在微整形做一系列功课。所以今天微整形第1集，我带给大家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胶原蛋白增生剂。好，那什么叫胶原蛋白增生剂呢？它跟我们传统的填充物不一样。胶原蛋白增生剂就是说，我打这个材质进去以后呢，它不是靠自己的体积。填充，它会刺激你的组织增生胶原蛋白。那什么东西细胞可以增生胶原蛋白呢？叫做纤维母细胞。那这些材质呢，就是透过不同的机制，让活化你的纤维母细胞。它纤维母细胞就像是胶原蛋白的工厂。你是胶原蛋白工厂。我今天打一个东西进去，又要补，然后你就开始补吐胶原蛋白出来，这叫做胶原蛋白增生剂。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些胶原蛋白增生剂，我们知道它打进去嘛，对不对？所以你打进去，你就会有2个效果出来。第一个效果叫做立即性的效果。什么叫做立即性的效果？就是我这个东西打进去，它马上就膨起来，这叫立即性的效果。那相对的就会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延迟的增生效果，就是不是你这个打进去的东西它产生的体积而已它还会刺激你后面胶原蛋白再生。所以有2个效果，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立即性的效果。那立即性的效果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几类的胶原蛋白增生剂这个立即性的效果它取决于一个很大的东西，叫做载体凝胶。什么叫做载体凝胶？像玻尿酸那种吗？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这些会刺激胶原蛋白的东西，它有的可能本来是粉，那有的呢可能呢它是做成凝胶一样的东西。那它立即打进去的效果呢，其实呢最主要靠的是这个把这些胶原蛋白增生剂溶解的东西，比如说这些用来当做载体最常见的一个材质叫 CMC。这个材质我怎么从来没听过CMC 呢，其实它是一种助溶剂它可以把很多的物体呢把它溶解。
你想想看，我刚刚说有些胶原蛋白增生剂它本来是粉状的，你看，比如说童颜针啊，就是聚左旋乳酸，它本来是粉状的。比如说精量瓷，好，精量瓷是一种钙磷的化合物，它比较硬。好，比如说像伊莲丝，它的材质叫 PCL， 那这些它都是要靠 CMC 来做助溶剂。这个 CMC 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只有在打针的，你知道你吃的很多食品里面也有 CMC 这个东西，所以它广泛的存在我们日常生活使用上。啊，这个 CMC 呢，它就是一个这些胶原蛋白增生剂的载体。好，那 CMC 呢，它打进去的时候，它本身有一定的体积，然后 CMC 它会造成一些局部的水肿，所以这些东西刚打进去的时候，它就有立即膨起来的效果。那也有的胶原蛋白增生剂呢，它是利用玻尿酸来做一个溶解剂，所以刚打进去，你立即看到的效果就是最主要都是来自于这些载体。好，可是这些载体它有一个特色，这些载体呢，它其实吸收时间都很快。因为它只是帮你把这些粉啊这些东西呢，把它变成凝胶状，你比较好推嘛。如果是粉，你推不进去嘛，你没办法像打针一样那样推进去嘛。哦，那它推进去之后呢，这些载体呢，它就会慢慢被代谢掉。所以这些胶原蛋白增生剂，它立即性的效果，其实大部分呢很多都是暂时的。难怪。难怪你现在知道，比如说你打完童颜针一开始好喷哦，然后后面几天以后它就慢慢消了。然后像玻尿酸也是。是，然后或者是你今天打了像这个魔法针啊，你打进去以后，一开始很有用，那么1个月以后呢，它先消，然后后面它才开始长。所以接下来讲另外一个长期的效果，就是这些胶原蛋白增生剂呢，它后面呢会去刺激我们的纤维母细胞产生胶原蛋白。但是你知道胶原蛋白有分型吗？不知道。不知道啊，你看。如果你自己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然后不知道自己脸上胶原蛋白那么多型，我们胶原蛋白分很多型，但你最重要要记住的是，我们这些胶原蛋白增生剂长出来的胶原蛋白，最主要分成第1型跟第3型。第1型跟第3型不一样啊。第1型的胶原蛋白呢，它长出来呢是比较有弹性、比较韧的、比较 Q 的，但第3型的胶原蛋白长出来呢是比较柔软的，好，所以有点不太一样。这些所有胶原蛋白增生剂，我今天要介绍这几个呢，它们都会刺激胶原蛋白。到底这些胶原蛋白增生剂有哪些东西？讲了好多，哇，好有学问哦！到底是什么？我脸上打的是哪一个？我们来看胶原蛋白增生剂最主要目前分成这4大类。4大类，我们先看第1大类这个用了非常久，已经超过25年叫做聚左旋乳酸。全世界呢，聚左旋乳酸最有名的大概就是童颜针。就是 Sculptra 是法国产的一个产品，好不好？法国产的一个产品。那这个童颜针呢，它里面的这个载体最主要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也是 CMC 一部分的 CMC， 但是它在这几个产品里面，它最特别一点是，它呢我们在用的时候会用这个无菌的注射用水去泡它。所以基本上呢，它就是一个液态的液体的东西。它呢也是这几个胶原蛋白的这个增生剂里面呢产生出来胶原蛋白的量，同样一支，如果我们通常都算同样一支，你当然不能说我这个5支这个1支这样去比啊，我们当然不能这样比。我们讲说同样你今天打1支的量，它应该是长的量最多的。一般1支的这个，也就是1瓶的童颜针，它大约可以长3cc 左右的这个体积出来，所以它同样1支它长出来的胶原蛋白量是最多的。好，那它维持的时间也很久。那这个童颜针呢，它其实到现在25年来，它现在已经到第2代了。我们讲真正的童颜针以前我们常会听到什么2代、3代，那很多都是假的啦。真正的童颜针其实现在才到2代。它的效果又稍微更稳定一点。那因为它是液体的，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什么好处？你猜猜看？比较好打。其实也不是，因为它是液体的，你就不用担心它打到血管。对。所以你基本上你有听过有人童颜针打到失明了吗？没有。打到中风吗？没有嘛。玻尿酸打到失明中风有听过很多，超乎你想象中的多啊！光台湾每一年都有10几个，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这样玻尿酸的厂商会不会找我麻烦？有可能，小心一点。其实是他讲的，这是童颜针，好，大家一定都有听过。那下一个就是所谓的羟基磷灰石钙，哇，超有学问的。
你不觉得吗？你今天讲了很多新的名词，香气宁味之钙就是所谓的精酿瓷。其实呢，在15年前的时候呢，又有人叫它微精瓷，它是同一个东西啊，它是同一个东西。这个产品坦白说，它在欧洲非常的热销，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你想要精酿瓷，你会想到什么？材质比较硬挺。对，哇，超有学问的你。还有呢？就走这个。所以很多人都拿它来干嘛？比较好。啊，对。你忘了，你本来是没有下巴的，是谁让它产生下巴的？你知道吗？哎呀，这是以前的若琳刚来面试的时候，大家说奇怪，怎么会没有下巴？你快看，让大家看一下你现在的侧面。你看你现在多美，现在多美。好，精酿瓷呢，大家因为它的 G Prime 值很高。好，什么是 G Prime 值？下一集我会跟大家讲。下一集我在讲其他填充物，我下一集就要讲玻尿酸，会跟大家讲要怎么选玻尿酸。好，我知道就选便宜的，不是啊，不是选便宜打不好也没有用啊。一是打得好不好，除了跟基础还有跟你材质的选择有非常大的关系。下一集我会跟大家讲这个。那精酿瓷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的 G Prime 值很高，意思是说它非常的挺，所以很多人喜欢拿它打鼻子跟下巴。可是它的用处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一定难以想象。你知道精酿瓷在医学上最早用在哪里吗？猜猜看。最早吗？猜到的，我加1个月薪水。最早，骨折。不是，猜到加1个月薪水，不要偷偷拿ChatGPT出来查。声带。打在声带，怎么会这样？因为很多人年纪大，声带萎缩，声音沙哑。所以精酿瓷你知道最早是拿来打声带的，因为精酿瓷在这4大类的胶原蛋白增生剂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它不只会产生胶原蛋白，它还会产生弹性蛋白。这么神奇？很神奇。其他几个胶原蛋白增生剂基本上弹性蛋白的量几乎可以忽略，但精酿瓷可以产生弹性蛋白。所以很多人呢对精酿瓷呢就有一个误解，就觉得它刚打进去之后很挺很硬。可是事实上，你知道吗？精酿瓷当它隔一阵子，它开始代谢，特别是它的 CMC 开始代谢之后，那再隔一阵子，羟基磷灰石钙它本身开始刺激你的弹性蛋白再生的时候，它的组织其实没有那么硬，它是有一点弹性的。对。好，你自己有感觉，你的下巴后来就不是硬的，刚打很硬哦，后面摸起来是 QQ 的。对。所以也有很多人拿来打什么太阳穴苹果肌，其实效果是很好的。所以它有一个应用你可能猜不到，所有材质里面，你知道我们来打那个鸡爪手，伸出你的手指来。你还好，你还年轻，像有时候年纪大的时候，这里就很多皱纹。打鸡爪手，材料最好的就是精酿瓷。好，其实我常常讲一些业界的实话，所以常常被黑，甚至有厂商会来故意留我们坏的留言。但精酿瓷，你看我今天讲你好话，你赶快帮我开玩笑。我也是他们亚洲区的讲师啊。当然，这个 Scotch 我是他们的 KOL 那个也是他们这个台湾用量前3大的医师啊，所以这个但我讲话很公平，我每一个都会说实话不用担心。好，那这个精酿瓷呢，它用来打鸡爪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它会产生弹性蛋白。可是一定会有留言，可是我之前很久以前我鼻子打精酿瓷，后来变很硬，不是像你说软软的，怎么会这个样子？是不是残留？其实那是因为其实你今天不管打什么材质，我们的鼻子的皮肤很薄，除非你今天鼻子用的是这个像脂肪，你那个针常在那里戳啊戳，其实它都会变硬。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知道在古代没有这些填充物的时候啊，在清朝末年的清宫里面，那些贵妃要隆鼻怎么用吗？要不要让朕告诉你一下？好啊。朕是光正，大家不要误会，不然大家以为我在诊所里面开后宫。他们就是拿那个银针，有没有听过古代那个中有银针？然后在鼻子这样戳啊戳啊戳，每天戳啊戳啊戳，那鼻子就慢慢变硬变挺，没有填任何的东西因为那个针它本身戳啊戳，光戳，真的是这个样子张医师，你不是西医吗？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难道朕博学多才要让你知道吗？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他们那个银针前面是6角形的，不是一般针灸用的针。它这样来回戳就可以制造一些创伤面，然后让里面呢增生一些硬的纤维。
然后鼻子就会挺。所以坦白说，你金样子打鼻子会变硬，不能说都是金样子的错。如果你只有打1次2次是不会这样啊，就是因为很多人打完鼻子上瘾了，就拼命打，一直打，就像你今天拿针一直戳，就像古代那些贵妃一样啊，什么都没打，一直戳一戳，它也会变硬变挺。各位看到我这个节目，不要回去说为了省钱就自己拿针在那里戳，到时候戳了满脸都是血，吓到人，就说我是看张英志的节目的。要戳就给他戳。好，再来下一个产品呢 ，PCL 啊 ，PCL 这个材质呢，其实在医学上用很久了。好，但坦白说 ，PCL 呢，它是一个很持久的材质。可是呢 ，PCL 它有一个相对的隐忧，就是它有时候代谢的时间比较不稳定。对。好，你这个对，到时候厂商有意见就找你了。没有，都是他。你是不是看到很多来求诊的，在其他地方打这个材质，然后来我们这里清的？坦白说，这个材质好好运用呢，是挺好的。可是我觉得，坦白说，台湾现在很多人在打 PCL 这个材质都过量之后呢，没有代谢完全，有的人过了6年、7年、8年都还在。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在施打的时候，有些诊所为了销售过量销售，我就有听过很多啊，你听过？身边朋友太多了，对不对？对啊，然后你看我们诊所在卖东西，常常都是1瓶2瓶在卖，很多地方会嫌怎么那么少？对。所以我们评估的剂量怎么那么少，跟其他诊所不一样？真的，一直强迫你要再多打，我都说不要啦，不要这样。真的，这个我常常，我有时候跟客人说，我现在在这边叫你不要多打哦，多花了半个小时，其他诊所这半个小时早就把你这几万块都赚走了。我是为了你好啊，真的。而且有很多诊所动不动一打就是打个7支、10支、15、10几支，那真的这个材质你一下打那么多，其实很容易会有一个残留的状况。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好啊，如果你分享给朋友，你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哦。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